我的世界里，虽然可以建自动化农场、村民交易市场等建筑，让世界看起来热热闹闹，但玩家却始终只有自己，总会感觉有点孤单。为什么不去交个朋友呢 ？Romas 模组就在各个群系中添加了不同的人种，你们可以通过赠送食物或礼物成为朋友。等关系变好后，他就可以陪你一起冒险啦，一起砍树、狩猎，还能建房子，就像星际穿越里的机器人一样，能在没人的时候给你陪伴，甚至还能结婚生子。当你们的关系到达等级后，去路边采朵小花送给他，他就可以从朋友变成恋人啦。另外提示一下，模组并不能识别真实玩家的性别，所以如果手滑送给了同性，也可以看出来是个花哦。那么之后呢，你们会生一个小孩，然后你可以教他如何种田、如何狩猎、如何钓鱼、如何烹饪等各项技能都解锁后，你的孩子也可以成为得力的助手。这样的模组你喜欢吗？快去试试吧！啵啵啵。泰拉瑞亚被官方拒绝修改的 bug， 它在2013年被玩家首次发现，但在上报官方后却得到了这样的回复：它会像一种普通功能一样一直存在，只需要在每一格墙面上搭建平台，然后用锤子挨个敲击一下，这样你就得到了一面只能从左侧进入的单向墙。它非常实用，在前期开荒的时候遇到打不过的怪物，就可以把它引到里面关起来。最过分的是，如果你没有钥匙的话，也可以用单向墙进入丛林神庙。最近泰拉瑞亚还和戴戴来了一波联动，直接在游戏内设置了首个陪玩窗口，每个月都有200万玩家在这里相遇，还有许多明星陪练师在等待被你召唤，快点击左下角试试吧。类似的用法还有一个，首先放个木方块，然后用锤子敲成三角形，然后用木平台替换一下，你就得到了一个单向木平台，它可以用来做安全窝，在里面放心的刷怪，堪称新手必备，快去试试吧！啵啵啵。MC 的玩家到底有多强？这是我的世界官方联合英伟达推出的光线追踪，只要把这个选项打开，原本平平无奇的游戏画面瞬间就变得美轮美奂。效果也是非常的让人舒服，真的是高手在民间啊！我愿称它为23年最佳光影，快去试试吧！啵啵啵。MC 刚刚修复了一个在游戏中存在了11年的 bug， 在以前的版本中，如果你正好跳到了粘液块的边缘，就会立刻被摔死，而不是弹回高空。所有具备特殊功能的方块都会在边缘失去效果。这个 bug 一存在就是11年，逐渐变成了老玩家口中的特性。但在最新的 1.20 预览版中，它终于被修复了。可是 bug 真的能修完吗？在新版中出现了一大批欧皇种子，在这里面你随便打一个凋零骷髅都会掉落头颅，末影人也慷慨地送出末影珍珠，掉落率接近100%。梦想好像为了修复一个 bug 搞出了更多的 bug 啊！正式版的上线时间该不会又要被推迟了吧？快去试试吧！啵啵啵。10万大军困在山窝窝里了，根本出不去。哎，我看是没有戏了。这就放弃了？我来教你吧。这游戏可以逢山开路，只要你派军队凿开大山，修建栈道，就能逃出升天了。哇，牛啊！还没完呢，这时候你再派军队堵山道，还能绕开他的兵马，直接去偷家。瞧，不费吹灰之力，反败为胜。赢了！哇，您太厉害了，小宝可以带我一起玩吗？这哪是沙轮啊，这是钻石探测器。自从地形改变后，你们有没有发现钻石矿变少了？每次都是零星的1、2个，很难再看到4连甚至8连的钻石矿脉了。这是因为官方修改了生成逻辑，当钻石暴露在空气中时，数量就会变少。但岩浆下的钻石因为没有接触到空气，所以生成数量还是和以前一样多。那要怎么才能找到岩浆下的钻石呢？首先要从村民家中借走一个砂轮，再准备几瓶抗火药水。找到岩浆池后，随便放一个方块，
块再打碎它，岩浆就会流动起来。在上方放置砂轮，最后跳进岩浆，按住空格加潜行键，就能清楚的看到岩浆下所有的东西了。这样找钻石不仅更方便，而且挖出的数量也会变得更多。如果岩浆池的面积很大，可以把砂轮换成半砖，去看更远的地方。你学会了吗？快去试试吧！极限困难模式并不是 MC 的最高难度，在冒险模式下通关才是最难的。想线路树，不好意思，只能用库里帕炸。想用工作台，根本放不下，得去村民家找。连爬个2格高的土坡都得用船才能上去。即使还能正常打开宝箱，攻击怪物，甚至可以和村民交易，但因为不能放置方块，你连下界传送门都做不出来，用水桶都不行。去不了下界，该怎么样在冒险模式下通关呢？首先，你得把存档降到 1.4.2 这个原固版本，只有这里才能正常使用水桶做出传送门后，还得回到最新版用岩浆激活，才能去下界得到烈焰棒，做出末影之眼。等你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要塞后，你会发现传送门框架居然都不能使用，你还得碰到1000万分之一的满珍珠种子才能进入末地，这才叫最难的通关模式。你学会了吗？快去试试吧！丢出老婆当球踢，现在的手游脑洞到底有多大？当所有抽卡养成游戏都在盯着回合制的时候，一个叫晴空双子的游戏却别出心裁的将目光盯到了打砖块上。养成系打砖块，难不成每过一关都给看一个新老婆的精美例会吗？那也太小看游戏的脑洞了。他们直接把老婆变成了弹球，蓄力弹射丢入场中，仅凭一个圆滚滚的大头和惊人的弹性，在怪物和墙壁间反复横跳。而且为了伤害更高，玩家还需谨慎的挪动屏幕，一个手抖就会错失最佳线路。打个砖块还有细节微操，属实出人意料。除了魔性上头的玩法外，背后的故事更是欢乐满满。双子主人公们攀藤而上，展开奇妙冒险之旅。爱偷懒的索亚，温柔的戴梦，无数个个性鲜明的冒险者们共同壮大着博瑞德庄园。爱丢老婆的晴空双子，8月2号正式上线，快去试试吧！如何让 MC 更像现实世界？虽然我的世界最大的魅力之一就是有可以自由探索的近乎无限大的随机世界，但玩家看到的却始终有限。即使把渲染距离调到最大，仍然能轻易的让你意识到那里就是边界，没法真正的沉浸在近乎无限的世界中。不过还好，我们有模组可以用。Distant Horizons 通过降低远方物体的精细度，让视野突破局限，达到近乎现实的水平，一眼就能看到100米之外的风景。能见度开到512个区块后，效果真的非常震撼，完全摆脱了那种被迷雾和边界束缚的感觉。这种沉浸感才是 MC 该有的样子啊！快去试试吧！我的世界中伤害最高的武器不是下界合金斧，也不是末日水晶，更不是 TNT， 而是弓箭。普通的弓箭蓄力拉满就能造成9点伤害，如果附魔了力量5，伤害可以达到23点，确实不低，但肯定不是伤害最高的武器啊！别急，从 Wiki 百科中可以看到，弓箭的伤害还与发射速度有关，每增加100米每秒，伤害都会大幅增加，所以只需先射出弓箭，再让多个 TNT 同时爆炸，给箭矢加速，即可让单发伤害高达1500点以上，一发秒杀 MC 中生命值最高的新手者。如果把速度加速到极致，最高伤害可达个十百千万十万百21点。所以说弓箭才是 MC 中伤害最高的武器，快去试试吧！我建的房子真的很丑，但我最近学到了几个简单的技巧和方法，让我的抽象盒子变成了房子。首先千万不要拿着木板从砌墙开始，用原木先做骨架才是正确的姿势。房梁之间也别太横平竖直，适当的错位会更有深度。填充墙壁时不仅能用木板，也可以用颜色相近的材料随机摆在一起，让纹理更加丰富。屋顶也是同样的道理，混合使用深板岩和深板岩瓦会比纯黑的更好看。混合使用台阶和楼梯能让形状更自然。在细节方面，外围可以用栏杆、活板门、台阶装饰，玻璃要用玻璃板而不是玻璃块，每个柱子下方都可以摆上木桶加台阶，中间呢再放几盆绿植。我们的盒子终于有点房子的味道了。内部装饰大家就自由发挥吧，以前也发过很多装饰技巧，点个关注，以后可以慢慢看，快去试试吧！这
是卡祖笛，号称世界上最简单的乐器，除了一根金属管外，全身上下没有任何按键。店家说，只要会哼歌，就能拿它来演奏。这么说，岂不是有嘴就行？搞错了，再来。当 MC 中的岩浆拥有物理属性后，只需2个 TNT 就能抽干整个岩浆湖。那该怎么做呢？首先，仅依靠爆炸肯定是不行的，即使 TNT 能摧毁大多数方块，但对岩浆却没有作用。那么换个思路，去炸旁边的地面，再把岩浆引流进去。看起来似乎可行，但2个 TNT 的威力还是远远不够。那 TNT 还能干嘛呢？炸金岩，只需这样一个简单的装置，就能消除下面的方块。所以在湖底挖一个直达地下的通道，再炸穿地面。理论上来说，岩浆就会不停的流进虚空。一定关注我拉拉杆。点燃炸弹后，下方果然出现了缺口，湖面上也出现了巨大漩涡，水温不断下降，最终干涸。有一说一，岩浆下是真的富啊！到露天的岩浆池下面居然藏着宝藏，如果地形合适，你甚至能掏空池底，并放上2圈高石牌和1层水，把这里当成基地的入口。当然，岩浆池最简单的用处就是水桶速达地狱门，然后5分钟通过 MC。这么简单的操作，相信大家都会吧？快去试试吧！啵啵啵。